日本天皇要灭绝了。关注新闻的人都能看出来啊，日本天皇竟然是一代比一代矮小。前几代的天皇都是1.6米左右，你敢相信吗？现在的天皇对外说有1.68米，实际上却只有1.53米的个头。而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奇葩的规定，那就是皇后的个头不能比天皇的高，所以说这么论下来，导致天皇的个头是越来越矮了。再加上他们还要近亲结婚，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很疑惑，这都21世纪了，为啥还有人不知道近亲结婚的后果呢？先不说有没有颜值啊，身体健康的都少，生下来身上就带疾病，有些甚至还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他们为了延续天皇的正统血脉，哪怕是有生育能力和生育健康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下，也要利用科技手段生，却还是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现在可继承皇位的人选择也越来越少，照这样发展的话，日本天皇不灭绝都是没理了。你希望他们灭绝吗？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日本海啸地震和3次排放核污水有关吗？科学上来说，日本地处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世界上有超过90%的地震都是发生在这儿。一旦2块大板块发生碰撞，那么日本就有可能发生地震，导致日本几乎每年都要发生1500次左右的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是可想而知啊。所以说排放核污水倒是和日本没有什么很直接的联系，但从道德层面来说呢，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警告。因为日本在面对福岛核事故时十分的不负责任，而是选择了最便宜、最危险，也是最不道德的方式，朝着大海排放核污水。而这是一种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人民造成潜在危害和威胁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律和道义，是一种对海洋环境和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和污染的行为，违反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甚至还有网友推测，这次的地震是不是也预示着日本更快沉没？有科学家对此做了分析，日本目前正在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下沉，彻底的沉没发生在300年左右的时间点上。如果加上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地震、海啸，甚至富士山爆发，那么速度会加快。对此，日本人也是人心惶惶啊。接下来说一个大家感兴趣的事情，日本是被诅咒了吗？2024年的第一天遭遇了7.4级的大地震，大量房屋因此倒塌不说啊，还迎来了海啸、海水倒灌。更离谱的是，地震以后，当地拉着救灾物资的飞机却在东京羽田机场与另一架飞机相撞，一瞬间大火燃起，机上还有379人，导致5人死亡，情况更加危急。还远不止于此。灯泡一响，脑洞开讲。截止到4日，石川县大约有11万户居民处于停水状态，全县有3.4万人正在避难。地震以来，全县多条道路路面塌方损坏，造成了至少200多栋建筑倒塌。特别是震区的人感觉随时随地都可能再次发生地震，人心惶惶。靠近山区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滑坡的现象，甚至还有很多人直接被活埋。如今还有很多人没被救援，甚至就连基本的食物和水都没有，一直都没有大批量的救援的情况。现在日本政府的管理是十分的混乱啊，救援物资无法到达，当地只有消防员和警察在努力。相比我国甘肃地震地，石川县却十分的混乱，跟末日来临差不多。那这个和日本3次排放核污水有关吗？